卖刀还是算卦，神准的预言是从名家鬼谷，近年却销声匿迹。2020年再次出现的赊刀人，会给2021年带来了什么预言？今天讲述神秘的赊刀人。在中国千年历史上，有这样一种神秘的职业，他们经常游走于乡村里，背上背着的是数十把菜刀。他们并非是要行凶作恶，也不是寻常售卖，而是为人捕兽。小编小时候就曾见过赊刀人，他手中的刀概不直接出手，只是赊。如果你同意赊刀，他会送你一句预言，如果这个预言成真，那他就会来收钱；如果不成真，这把刀就是白送的了。当然，如果成真，这把刀的价格自然也是要高不少的。其实从字面上来理解，捕兽有算卦和售卖两种意思，但这两个词是如何结合在一起的呢？这里我们要先了解一下赊刀人的历史。卜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非常玄妙的一脉，细分下来，有卜算风水的郭璞，有精通面相的麻衣神相，有擅长易理的刘伯温。赊刀人一脉也有师承，他们所尊奉的便是战国权谋大师谋圣鬼谷子。说起鬼谷子的大名，相信很多同学都听说过，他是诸子百家之纵横家创始人，战国时代传奇人物，著名谋略家纵横家的鼻祖，兵法集大成者，面相传其额前4颗肉痣，呈鬼宿之相，又因精通百家学问，隐居在云梦山鬼谷之中，因此被称为鬼谷子。历史名人孙膑、庞涓、苏秦、张仪、商鞅都是鬼谷子的门徒。据说赊刀人一脉就是鬼谷子众弟子之一创立的，但直到宋代，赊刀人一脉才发扬光大。因为这一时期商业繁荣，很多人只是简单的算命，并不能很好的生活，于是就产生了一批以捕兽为业的人，这就是早期的赊刀人。最初他们只是在天桥底下摆摊算命，在宋朝时期另辟蹊径，开创了一种新的商业模式，把自己吃饭的本领和买卖结合在一起。早期的捕卖人买卖的商品五花八门，有的是给人算算姻缘，然后推销一下自己的逃运符，有的则是给人算算吉凶，再推销一下所谓的转运道具。其中又有少部分人发现了新的商机，这部分捕卖人带着一些有特殊意义的商品，游走于村落之间，寻找自己的有缘人。例如谁家生了孩子，他们就带着一些讨喜的书笔之内器物寻上门去，先对主人家说上一点祝福的话，拉近距离，然后再表示自己会算命，可以免费给公子算命。这时候主人家往往不会推辞，随后他们就会拿出事先准备好的一些道具，利用婴儿的好奇心，让婴儿伸手去抓，以示这是上天冥冥之中的选择。当婴儿选好之后，捕卖人就会将早已烂熟于心的预言讲给主人听。一般从捕卖人口中说出的都是喜庆话，比如未来高中状元、天生聪颖之类。在临走时，他们会说，如果自己算得准，未来公子真有了好前程，希望到时候主人家能给他一点喜钱。对于这一点，不仅古人会愿意，相信大家遇到这种事也会答应的。宋代时期的捕卖就是赊刀人最初的样子了。关于赊刀人，最早有书面记载是清朝1878年的《申报》，里面讲了一则咸丰年间发生在浙江奉化的事件。当时有个外地人带了一船菜刀，靠岸后便开始吆喝，人们都以为他是来卖刀的，便上前询问价钱，但那人却说不卖，只赊。当有人问他赊刀期限时，他却说等到米价降到18的时候，他自会出现收账。要知道当时的米价是80，人们觉得荒唐至极，这是根本不可能发生的事情。正是因为这种想法，大家都觉得不拿白不拿，于是纷纷赊了回家。此后20年间，米价始终没有跌到18，也没有见赊刀人再出现。就在人们逐渐淡忘了这事的时候，米价真的因为新皇登基而降到了18文。此时人们恍然大悟，原来赊刀人真的是具有未卜先知之能。如此一来，即便是赊刀人讨账时价格较高，人们也都没有赖账。
近代赊刀人也经常出现，往往都是在偏远的农村。据说赊刀人都是以结社方式出现，每当你在一个村落看见赊刀人，那么周边村庄必定有他们的同伙出现。他们赊的都是同一种菜刀，抛出的预言也都相同。由此可见，这是一个组织严密的集体。2019年，在东北腹地吉林长白山区集体出现过赊刀人，他们都是外乡人，分散游走在各个山村，用生硬的普通话和村民们交流，只赊刀不卖刀。这批赊刀人带来的菜刀钢口质量特别好，菜刀有统一的火候，价格是30元一把，期限是10年后来收钱。每当赊刀人出现，最有神秘感的就是他们的预言。这次赊刀人的预言是一把30没商量，10年之后来收账。萝卜白菜比肉贵，穷人吃米富吃糠。车多油少把路挡，和尚尼姑把班上。这段打油诗一般的预言说的是什么呢？按照小编的理解，未来蔬菜的价格将比肉价还要贵，但这是超出常理了，除非发生某种天灾人祸，导致这种特殊情况发生。而穷人吃米富吃糠这句话如今都有些苗头了，因为糠已经成为很多人的调剂食物。第3句车多油少把路挡，很明显是说车越来越多，交通越来越拥挤，而石油已经不多了。最后一句其实早就是了，现在的和尚尼姑还有多少是真正的修行呢？大多都是一种职业了吧。10年后赊刀人的刀钱能不能收走，就看这段谶语能否成真。不过小编觉得10年后即便预言成真，他也没有多少赚头，因为按照物价上涨的速度，10年之后一把好菜刀或许永远不止30了。但如果不是卖菜刀，赊刀人的行为是在做什么呢？难道真的只是预测未来，给人们以警示吗？在2020年10月22号，中国河南省信阳市新县的城南也出现了赊刀人，2把菜刀138块钱。这次赊刀人直截了当地表示，今年不收钱，明年来收钱。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？难道预示着2021年有什么灾难？很多人认为，如果明年能活着，能等到赊刀人来收钱的，都是积了大德的人，这代表他们躲过了这场浩劫。这么一想，2021年似乎真的是极不平凡的一年。相比于传说中赊刀人的各种神奇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看法。有人认为刀谐音道，所以有人说赊刀人归属道家，是鬼谷子的另类门生，能占卜生死，预测死亡，是行走于世间的传道人。但在小编看来，这些赊刀人更像是最早的风险投资人，因为这些赊刀人挑选的有缘人往往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，那就是他们都在比较偏僻的小村庄。这些村庄往往人员流动性差，人们不会离家太远，而是民风比较淳朴。之所以这样选择，一是因为大家更容易接受赊刀这种形式，也有占小便宜的心理；二是人员不太变动，赊刀人即便是以年为单位预言，也能在几年后找到目标要账，减少自己的亏损。赊刀人虽然看起来做的是免费的生意，但背后却还是有利可图的。第一种是依靠预言正确后买家支付的报酬，由于投资风险比较大，这种价格一般也比较高。另一种是直接卖刀，至于如何让买家甘愿掏钱，这就涉及民众的消费心理了。有些人品比较差的赊刀人就有专门的套路去坑蒙拐骗，比如第1年赊刀人拿着菜刀来到某个村庄，承诺免费给村民用，1年后赊刀人拿着铁锅来到村庄，告诉村民只要把菜刀拿来，再加几块钱就可以以远低于市价的成本拿到铁锅。村民们很高兴又买了。第3年的时候，由于赊刀人累积了信誉，人们对他十分信任，而这一次他带来了很多酒，并宣扬有各种神奇的功效，于是人们纷纷掏钱购买。只不过这一次的酒只是廉价的普通酒而已，这一来一回间，赊刀人就赚得盆满钵满。等到人们发现问题的时候，这些赊刀人早就不知去哪了。2020年10月，某小城出现只赊不卖的赊刀人，他说今年不收钱，等明年再过来收钱。针对这句话，有人猜测他的意思是很可能要告诉人们2021年可能会发生什么大事，不管是疾病、灾难还是人祸，能活着才是最重要的。当然这仅仅是一些猜测而已，至于真正的原因并没有什么科学依据。对于不相信赊刀人传奇的人来说，只要不贪图小便宜，就不会被人利用受骗。
对于相信射刀人的人来说，只要我们平时多行善事，做好自己，即便未来真的有灾难，也会逢凶化吉。大家认为射刀人是真有本事，还是胡言乱语呢？欢迎留言讨论，我们下期再见。